蕾拉，王者 S44賽季的首日勝率新鮮出爐了，雅蓮重返一線，白起對抗登頂，6-2兩極分化，新穎適應較差，扁鵲人氣第一，貂蟬 T0失敗，黃忠老兵不死，伽羅射手登頂，阮府集體下跌，空空兒殺出重圍，傣嘎猴啊，俄系小仙姬呀！接下來一起看看本賽季更新過後的首日勝率變化吧。1. 對抗路，勝率漲幅方面最為亮眼的是雅蓮。新賽季調整一技能對沖法球裝備的削弱，保住強度，並且提升吸血比例，然後大招斩殺能力進一步提升，同時也契合新装備萬象神器，多重 buff 加身之下，雅蓮的全排勝率提升 3.0%， 巔峰 1.2， 頂端 2.0， 重返一線邊路。2是白起2-3技能的基礎下調，換來百分比生命的撞擊傷害清线提速，雖然切後排能力有所下降，但打塔能力大幅增強，並且比雅蓮更是配萬象神器，因此全排勝率提升 2.1%， 已經來到全英第3，然後巔峰 0.9， 頂端 1.5， 3榜開花。3是達摩，沒有法球裝削弱的煩惱，再加上同行的襯托以及陣地頻率的提升，讓其全排勝率上漲 1.7%， 巔峰 1.5， 頂端 2.2。4是理性，本賽季調整暗性，雖然影子的拆塔能力砍半，但也換來2技能的普攻設定，1技能的冷卻縮減，大招的更快出手，徹底告別之前的偷塔老套路，轉型能打能黏的團戰半肉戰士。本次全排勝率提升 1.5%， 巔峰下降 0.6， 頂端提升 2.1。按照策劃說的，肯定加強，估計是光信拖了後腿。然後其他英雄嘛，袁坦全排提升 1.2%， 亞瑟提升 1.1%， 他們兩個都是克制新英雄，相對適配新裝備以及出場率下降3重影響帶來的勝率提升。還有花木蘭、狂鐵等英雄也是躲開裝備削弱，使到版本紅利。而勝率下降方面最為刺眼的居然是影，其實按照它的調整內容來看，應該是偏向加強的，再怎樣也應該達不到3個點的削弱。主要的影響因素有2，其一是改版幅度較大，以前有無大招存在傷害區別，如今拆分了很多傷害給到常態輸出，因此出場率暴漲，並且大量玩家未適應的情況下，確實容易造成勝率跳水。其二嘛，也有法球削弱的緣故。2是吃差，主要問題就是法球內置的新增，讓其團戰傷害大幅縮水，即使補償大招的額外傷害，也填不上傷害窟窿。首日全排勝率下降 2.5%， 巔峰 1.4， 頂端也是 2.5， 不再生氣。3是劉邦，新賽季移除了匯流技能，又無法利用萬象新裝進行補強，再加上賽季初分推環境的惡化，以及對抗路同時傳送人數增至2人，讓其支援優勢有所影響。多重疊加之下，即使出場率減少，首日勝率依舊全排下降 1.7%， 巔峰 2.6， 頂端 2.3， 等待補強。4是盤古，原因也差不多，是法球裝削弱，但無補償，並且吃不到裝備紅利，而且盤古相對手短，較難應付星魔六耳。首日勝率嘛，全排下降 1.5%， 巔峰也是 1.5， 頂端則是 2.3， 愈發冷門。5是老夫子，因法球裝削弱，補償的是滿格普攻真傷進行對沖，一技能也在吸血專項裡面，不過力度較小。首日勝率嘛，有增有減，讓咱比較意外的是豬八戒，因為它跟白起的調整是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區別嘛，就是八戒剛把傷害係數從生命切換為攻擊。本次全排勝率下降 0.2%， 巔峰頂端上漲 0.1%， 波動較小。感覺問題是大家在出裝方面並沒有選擇半肉輸出。2打野，首先是新英雄星魔六耳，擁有立棍浮空的拉扯機制，也有不可選中的大招連擊，首日上場就爭議滿滿。勝率方面，在出場率 37% 的情況下，全排達到 47%， 還算可以。不過巔峰 42.4， 頂端 43.1， 仍需磨合研究。然後是勝率提升方面，由於六耳成為福袋，所以大多數打野都有較好的表現。1是夢琪，依舊是賽季初穩定發力，本賽季首日全排勝率提升 1.7%， 巔峰 1.6， 頂端 2.7。上賽季的首日表現也是盡顯絕活。2是孫悟空，調整大招的印記傷害，前期小幅削弱，中後期秒人能力提升。本次全段位勝率提升 1.5%， 巔峰 1.1， 頂端 1.7。3是雲鷹，半肉冰痕出裝幾乎不受影響，在敵疲我穩的情況下，勝率小幅上漲，全段位提升 1.3%， 巔峰頂端 1.0， 勝率排名已經達到非常可觀的地步。4是雅典娜，新賽季的對位壓力再次下降，
全排勝率提升1.1%，巔峰0.2，頂端1.0。收手吧，雅典娜！再往前走，又是重做的斩杀線了。武士阿古朵也是野区竞品，小幅降溫，然後自己也能用上新裝備。首日全排勝率提升1.1%，巔峰1.8，頂端1.6。接着是勝率下滑方面，前3位已經在邊路點評過，後續需要批評的只有2位英雄。一是哪吒，個人偏向是白起跟八戒對前排的威脅提升，並且哪吒也很難吃到萬象神器的增益，因此即使在6.2的補貼之下，依舊全排下降0.4%，巔峰0.3，頂端0.9。二是曹操開大後的多段劍氣被法球規則限制，老牌的法球流出裝略顯刮痧，本次全段位勝率下降0.3%，巔峰1.4，頂端也是0.3。3. 中路。首先是本赛季的當红炸子雞扁鹊，在玩法升級之後，不僅有控制、有斩殺，還能復活隊友，大大提升可玩性，出場率的暴漲幾乎翻了10倍。而首日勝率嘛，全排48.5，巔峰47.5，頂端46.7。虽然看着是胜率回落，但只是假性下滑，等到打法穩定以及玩家留存之後，必然勝率回暖。而受到扁鹊的鼓勵之後，大部分法師都喜提勝率上漲，尤其是陣地法師更是迎來集體回暖。當前版本坦邊扎堆、河道以及龍坑的陣地團戰變多，遠程消耗法師迎來舒適環境，再加上萬象神器可以在使用大招之後縮減冷卻，讓第2輪技能更容易打出來。因此表現出色的有周瑜的全排1.9，一星的提升1.5，女媧的全排1.2，以及武則天的提升1.2。而勝率下降方面也有3位的波動較大。一是貂蟬，原本大家都看好真裳女王依靠萬象神器實現無限連，結果現實卻恰恰相反，2技能只能少0點幾秒的真空，對於無限連來說幾乎沒有質變提升，反而拖慢發育。本次全排勝率下降1.0，巔峰1.2，頂端1.0。2是安琪拉，貫徹打一套就走的雙馬尾，也沒能吃到裝備紅利，並且環境也被陣地法師擠壓。本次全排勝率下降0.4%，巔峰1.6，頂端0.2，還是出場率下滑的情況下。3是海月，前期單挑爆發被削弱，換來群體輸出、幻境機動、續航自保3大加強，對抗拉扯全面翻身，同時開發出肉裝輔助的新路線。新賽季首日出場率大幅提升，然後勝率嘛，全排下降0.3%，巔峰提升0.4，頂端下降0.9。這裡可以看出絕活玩家確實吃到改動紅利。還有金蟬、白嫖皮膚上線，出場率大幅提升，導致勝率略微下滑。4. 發育路，本賽季對於發育路的裝備翻新一波，一是暴擊流出裝的加強，有影刃的暴擊加速、無盡破曉的降價，以及袖劍的回血上漲。2是法球裝的限制，新增0.15秒的內置冷卻，因此補強了很多射手。3是新裝備萬象神器，從屬性來看屬於暴擊流派，簡單來說就是法球流出裝的集體被砍，然後暴擊流玩法全面回暖。而本次勝率提升最為顯著的是黃忠，新賽季給2技能新增擊退機制，提升自保，破甲全單位生效，加快清線，吸血漲幅也升了1半。還有前期的炮術+1，唯一的代價嘛，就是後期少轟一炮，再加上暴擊裝備的加強以及萬象神器的適配，讓老黃在出場率提升的前提下，依舊全排勝率提升2.2%，巔峰頂端都是2.5，成功做到老兵不死。後續提升的英雄基本都是適配暴擊出裝的，有萌芽的巔峰提升4.2，伽羅的全排逼近55，村長的勝率回暖，百里的頂端提升2.0，以及敖影的巔峰提升2.4。值得一提的裡面還有一個馬可波羅，由於法球裝的削弱，讓馬可的大招群傷大打折扣，不過一技能補償了攻擊係數，提升風筝能力，因此本次勝率變化不降反升，有點東西。至於勝率下降方面，大頭都是之前的法球專精戶，一是戈亞，由於沒有補償，下降是最多的；二是孫權，補償了2技能的攻擊係數，對沖法球削弱。這次主要是新皮膚上線導致出場率暴漲，因此才讓勝率有了2個點的下滑。如果拋開皮膚計算的話，估計勝率的下降幅度應該在1個點以內。3是艾琳也是有所補償，提升強普的攻擊係數。按理來說，艾琳的戰令皮膚應該沒那麼快獲取才對，不過出場率還是小幅提升，然後勝率下降。4是袁紹也是沒有補償，然後全排下降1.9。5是虞姬，提升追加普攻的傷害數值。
在法球莊新增 0.15 秒的內置冷卻之後，基本宣告追加普攻，告別法球觸發，因此全段位勝率下降 0.7%， 巔峰頂端 1.0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還有2位相對堅強的削弱補強，一是公孫離補償的也是追加普攻，不過能看出來公孫離玩家裡面法球流的佔比並不多。雖然全排勝率下降 0.6%， 但巔峰提升 1.3%， 頂端提升 1.1%。二是狄仁傑補償的是一技能的紅牌傷害，一來一回影響不大。游走，新賽季並沒有直接調整，主要影響因素有2，其一是賽季初的打架節奏，其二是新裝備的適配。而勝率上漲方面，除了每次賽季初都穩步提升的開團輔助以外，這次有個英雄突出重圍，它就是空控兒，核心就是300%吃到萬象神器的機制紅利，大招召喚分身可以同時觸發3層暴風雪減速，留人能力拉滿，再加上當前近戰抱團的陣地團戰變多，讓群體限制效果更加有效，而且出場人數實在太少，基本都是熟練玩家。3重結合之下，讓其全排勝率提升 2.7%， 巔峰 2.5， 頂端 4.9， 進步飛速。排在他後面的有鬼谷子、太乙真人、蘇烈、魯大以及鍾馗，都是賽季初更好發揮的存在。這裡也點名表揚一下咱們的趙懷真，由於賽季皮膚的上限，讓其出場率小幅提升，但依舊保持勝率上漲。希望蕭炎有朝一日可以重返野區。而勝率下降的嘛，除了咱們邊路點評過的劉邦，基本都是軟輔英雄。賽季初拉着消耗的對局變少，拼正面成傷以及強開團的狀況變多，導致純奶軟輔的價值斷崖式下跌。尤其是桑啟跟蔡文姬，基本都是3榜飄紅，勝率下滑。視頻最後附上3榜勝率前10，依舊是雅典娜遙遙領先，還有3榜漲幅前10，第1名嘛，分別是對沖法球的雅蓮、暴擊紅利的萌芽以及適配神器的空控兒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大家覺得3榜漲幅裡面誰是最具含金量的呢？我是小仙姬，喜歡就長按點讚支持一下吧。